2015年8月，家住德克薩斯州格雷厄姆镇的雷尼·馬丁突然被一種强烈的預感抓住。在那個反覆出現的畫面裡，他看到了失蹤多日的侄女莉亞，還看到一扇巨大的捲簾門在夜色中緩緩升起，兩個熟悉卻看不清的身影走向了一片黑暗。這種無法解釋的預感讓雷尼帶上朋友去了城外一片私人林地。當他們來到一輛牲畜拖車旁邊時，雷尼的腳步突然停住了。在一處散發着惡臭的垃圾堆前，地面上留有被重型機械反覆碾壓過的痕跡。不遠處的樹上，一只禿鷲靜靜停着，像是一個不祥的標記，盯着腳下這片被垃圾覆蓋的區域。那一刻，雷尼幾乎確信侄女莉亞可能就被埋在這裡，但他沒有想到，當警方後來調來挖掘機鑿開泥土深處那層人為澆築的混凝土時，眼前的畫面會如此沉重。莉亞的頭部被塑料袋和工業膠帶纏繞，口中還被塞進了一塊石頭。調查人員後來推測，這塊石頭可能是為了防止她在窒息時咬破塑料袋求生。究竟是什麼樣的秘密和利益糾纏，會讓一個年僅22歲的單親媽媽招致如此極端的殺戮？要想看清這起案件的全貌，我們需要把時鐘撥回到2015年5月29日，撥回到莉亞失蹤之前的那個夜晚。2015年5月29日，對於莉亞來說，原本只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子。這天，她參加了表弟的畢業典禮，傍晚又將女兒艾弗里送到了前男友亞倫那裡。臨走時，她給父親比利·馬丁發送了一條短信，說自己還要去一趟工作的汽修店拿一雙鞋子，然後再去沃爾瑪幫剛剛做完眼部手術的比利取藥，送孩子、拿東西、取藥回家。這原本是一個年輕母親忙碌生活裡最普通不過的夜晚，可比利等了一整晚都沒有等到女兒回家。第二天清晨，比利從睡夢中醒來，他的第一反應是去查看眼藥有沒有被帶回家，但屋子裡沒有藥，也沒有莉亞。起初，比利並沒有立刻往最壞的方向想，因為莉亞和孩子的父親亞倫一直分分合合，有時關係緩和，他也可能會臨時留在亞倫家過夜。更何況，格雷厄姆只是一個人口不到1萬的小鎮，街坊鄰居大多知根知底，很多人在這裡生活了一輩子，都覺得這種小地方不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。可是，隨着時間一點點過去，事情開始變得不對勁。比利連續給莉亞打了幾十通電話，始終無人接聽，短信也沒有任何回復。到了中午，電話直接轉入語音信箱。按照莉亞平時的習慣，就算她真的臨時有事，也不可能這麼久不聯繫家裡，更不可能連女兒都不問一句。意識到情況異常後，比利立刻聯繫了亞倫。可亞倫的回答讓他的心徹底沉了下去。亞倫說，莉亞昨晚確實把女兒艾弗里送到了自己這裡，隨後便說要去辦點事情，但從那以後，她再也沒有回來，也沒有打過電話。更關鍵的是，她原本應該去上班的汽修店，也沒有見到她本人。隨後，比利趕到莉亞工作的地方，一家名叫 EC Auto Repair 的汽修店。遠遠的，他便看到了女兒的皮卡車正停在店門口。車沒有被移動過，車門也沒有上鎖。打開車門後，他又發現莉亞的錢包還放在車裡，裡面的錢和隨身物品都沒有被拿走。對於一個22歲的年輕母親來說，出門可以忘記很多東西，但幾乎不可能把車、錢包和手機全部丟下。更何況，莉亞當晚來汽修店的目的是為了拿一雙鞋。可父親比利進入辦公室後，很快就在他平時工作的桌子旁邊發現了那雙鞋。車在，錢包在，鞋子也在，唯獨人不見了，這顯然不符合常理。於是父親比利立刻撥打了報警電話。接到報案後，格雷厄姆警方迅速介入調查。起初，現場看起來並不像發生過激烈衝突，車內沒有明顯血跡，辦公室也沒有一眼可見的打鬥痕跡。但正是這種過於平靜的現場，反而讓辦案人員產生了更深的懷疑。因為如果莉亞是自願離開，她沒有理由什麼都不帶；如果她是被人帶走，那麼她最後出現的汽修店就一定隱藏着某些線索。然而，就在警方準備調取店內監控時，又一個詭異情況出現了。汽修店內部和外部的攝像頭偏偏在莉亞失蹤前後全部失靈了，也就是說，最有可能記錄下真相的監控剛好沒有留下任何畫面。但幸運的是，街對面另一家商鋪的攝像頭拍下了案發當晚的一部分影像。監控顯示，在莉亞到達汽修店之前，曾有一輛 SUV 先一步開進店內，車上下來一個人，打開了汽修店的車庫門，隨後進入了店裡。沒過多久，莉亞的皮卡也出現在畫面中。她下車後，同樣走進了那扇車庫門。
之後，那輛 SUV 離開了汽修店，可是莉亞的皮卡車卻再也沒有動過。這也就意味着莉亞很可能是在那天晚上走進汽修店後，便再也沒有活着走出來。莉亞全名莉亞·馬丁，德州格雷厄姆鎮本地人。這個地方距離達拉斯沃斯堡地區大約70英里，人口不多，生活節奏緩慢。對於外人來說，這裡或許只是地圖上一個不起眼的小點，但對莉亞一家人而言，這裡幾乎承載了他們全部的生活。莉亞的父親比利·馬丁和母親斯塔西是高中時期的戀人，兩人年輕時結婚，又在很年輕的時候有了莉亞。後來婚姻結束，但他們並沒有因此疏遠女兒，而是共同參與了莉亞的成長。在家人眼裡，莉亞是一個非常直接的人，她說話不喜歡拐彎抹角，開心和不開心都寫在臉上。她也很愛開玩笑，經常搞一些小惡作劇。家人形容她時，總會提到她的笑聲、她的調皮，以及她對女兒艾弗里的愛。莉亞高中最後一年懷孕，孩子的父親叫亞倫·布萊爾，兩人的關係一直反反复复，分開又復合，復合又爭吵。雖然感情並不穩定，但莉亞非常愛自己的女兒。女兒出生後，她把很多精力都放在照顧孩子上。為了養活自己和孩子，莉亞後來進入 EC 汽修店工作，負責前台和接待。汽修店的老闆名叫 EC 布萊爾，而這個人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身份，那就是亞倫的養父。換句話說 ，EC 不只是莉亞的老闆，也是她前男友的父親，同時還是她女兒名義上的祖父。I thought she was lucky to have the job. I mean, it was not flipping burgers. It was a little bit better pay, and she needed that. She needed that to take care of the baby. 单從表面看，這份工作對莉亞來說並不算差，尤其在格雷厄姆這種就業機會相對較少的小城鎮，她不需要去做收入更低的零工，也能有相對穩定的薪水。對於一個年輕母親來說，這已經是一種現實層面的支撐。但警方很快發現，這家汽修店裡的關係遠比外人想象中複雜得多。在莉亞失蹤後的最初幾天，警方首先調查了她身邊最親近的人，孩子的父親亞倫自然是第一個被詢問的對象。畢竟莉亞和亞倫之間關係不穩定，兩人又共同撫養一個孩子，如果他們之間存在感情糾紛，亞倫當然不能被排除。不過亞倫在接受詢問時表現得非常配合，他承認自己和莉亞關係並不總是順利，也承認曾懷疑過莉亞可能和別人有來往，但案發當晚他一直在家照顧女兒艾弗里。他向警方提供了手機信息和當晚行蹤，警方核實後發現他的不在場證明基本成立，至少在這個階段，亞倫並不是主要嫌疑人。與此同時，警方還發現了另一個重要線索，莉亞失蹤前曾接到過幾通威脅電話。根據比利的說法，他曾親耳聽到其中一通電話，電話裡的人語氣非常兇狠，大意是說他們要找莉亞算賬。來電沒有顯示號碼，但比利覺得說話的人像是一名女性。而汽修店老闆 EC 也告訴警方，莉亞在店裡工作時也曾接到過類似的威脅電話，這讓案件變得更加複雜。如果莉亞在失蹤前已經遭到威脅，那麼她的失蹤很可能不是臨時起意，而是某種衝突早已醞釀。警方隨即調取莉亞的通話記錄，並嘗試定位她的手機。結果顯示，她手機最後一次出現的位置仍然是在汽修店附近。之後，手機就再也沒有活動記錄，它要麼被關機，要麼被毀掉，要麼已經到了無法接收信號的地方。不管哪一種，都不是好跡象。After she went missing, I had access to her Gmail, and that is when I discovered that there was a little more to it than just boss and employee. 隨着調查推進，莉亞的家人逐漸向警方透露了一個更驚人的秘密。原來，莉亞和汽修店老闆 EC 布萊爾之間並不只是普通的老闆和員工關係，兩人私下裡一直保持着曖昧，甚至很可能已經發展成了婚外情。這個消息一出現，整個案件的重心立刻發生了變化。因為 EC 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中年老闆，他是已婚男人，是亞倫的養父，也是莉亞女兒的祖父。換句話說，他和莉亞的關係一旦曝光，受到傷害的不是一個人，而是整個家庭結構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並不是 EC 第一次和兒子的女友產生關係。警方在詢問亞倫時，亞倫提到幾年前自己的另一個女友蒂芙尼也曾和 EC 有過糾纏。那段關係結束後，蒂芙尼遭遇過騷擾，甚至家中的窗戶還被人用磚頭砸破過。蒂芙尼懷疑這件事很可能和 EC 有關，或者至少是他找人做的。
這個舊案讓警方意識到 E.C. 並不是一個在感情關係中保持邊界的人，相反，他似乎習慣利用權力、金錢和威脅去操控身邊的人。隨後，警方開始調查 E.C. 的妻子麗莎。麗莎承認，在莉亞失蹤前不久，她已經發現了丈夫和莉亞之間的不正當關係。她是在查看丈夫手機時發現的端倪。對於她來說，這無疑是極大的羞辱。丈夫背叛婚姻已經足夠痛苦，更何況對象還是自己兒子的女友，是這個家庭裡最不該發生關係的人。根據警方了解，麗莎當時非常憤怒，並且曾要求 E.C. 讓莉亞離開汽修店。她還威脅過丈夫，如果這件事繼續下去，自己就會離婚。而一旦離婚 ，E.C. 面臨的後果非常嚴重，他可能失去自己的孩子，失去一半財產，失去家庭聲譽，甚至失去經營多年的汽修店。所以在警方看來 ，E.C. 有明顯动機。莉亞的存在已經不只是婚外情對象那麼簡單，她可能成了一個會讓 E.C. 家庭、事業、名聲全部崩塌的危險因素。可是有動機並不等於有證据。E.C. 在案發後沒有第一時間接受警方詢問，直到莉亞失蹤10天後，他才終於來到警局。面對警方，他表現得相當謹慎。他承認自己和莉亞關係比較親近，但淡化了兩人的關係性質。他說自己只是因為和莉亞一起工作時間很長，所以關係比較好。這種說法顯然無法讓警方滿意，尤其是當調查人員問他莉亞可能去了哪裡，他也沒有給出太多有價值的信息。他看上去似乎關心莉亞，但又始終沒有表現出一個真正親密之人該有的交集。辦案人員後來回憶，比起 E.C. 說了什麼，更讓他們在意的是他沒有說什麼。但問題在於，警方當時沒有直接證據證明 E.C. 在案發當晚出現在汽修店。監控裡只拍到了一輛 SUV， 卻沒有拍清駕駛者的身份。店內監控又剛好失靈，無法確認案發現場到底發生了什麼。於是，調查人員開始追問一個更具體的問題：誰有汽修店鑰匙？誰開 SUV？ 誰又能在深夜進入車庫，讓莉亞毫無防備地走進去？很快，一個名字進入了警方視野，他就是羅斯·赫拉姆斯。羅斯是汽修店的雜工，在店裡做一些維修和零散工作。他有店裡的鑰匙，而且正好開一輛雪佛蘭泰浩，這種車型和監控中出現的 SUV 非常相似。警方詢問羅斯時，他聲稱案發當晚自己沒有去過汽修店。按照他的說法，他下班後去了朋友邁克爾·布朗家，兩人喝酒聊天，一直待到凌晨2點左右。這個不在場證明聽起來還算完整。可當警方找到邁克爾核實時，問題立刻出現了。邁克爾並沒有證實羅斯的說法，他表示自己案發當晚大部分時間都在家，和妻子孩子待在一起，並沒有和羅斯待到深夜。也就是說，羅斯撒謊了。警方隨即對羅斯的車輛進行了徹底檢查，但沒有發現莉亞的血跡或其他證據。之後，羅斯同意接受測謊，結果顯示他沒有通過。當然，測謊本身不能直接作為定罪證據，但在調查階段，它足以讓警方更加懷疑羅斯。更關鍵的是，警方調取羅斯的電話記錄後發現，案發當晚他和一個叫比利·明克利的人頻繁聯繫，短短幾個小時內通話和短信超過20幾次。而比利·明克利同樣和汽修店有聯繫，他平時偶爾會在 E.C. 的店裡幫忙做事。警方找到比利·明克利詢問，起初比利·明克利說自己和羅斯頻繁聯繫，是因為他正在幫羅斯做一些房屋維修。但當警方繼續追問細節時，明克利立刻要求律師在場，並停止回答問題。到這裡，案件已經出現了3層嫌疑。第一層是有婚外情醜聞和家庭壓力的 E.C.， 第二層是可能因丈夫出軌而懷恨在心的妻子麗莎，第三層是擁有鑰匙、車輛可疑、不在場證明崩塌的羅斯，以及與他頻繁聯繫的比利·明克利。可是莉亞仍然沒有找到。沒有屍體，沒有兇器，沒有明確的案發現場血跡，也沒有可以直接定罪的目擊者。警方知道莉亞很可能已經遇害，但他們無法證明她到底遭遇了什麼。時間一天天過去，莉亞的家人幾乎陷入崩潰，他們開始制作尋人海報，在小鎮四處張貼。莉亞最喜歡紫色，家人就在路邊、樹上、社區裡繫上紫色絲帶。對他們來說，這些絲帶既是尋找，也是祈禱。比利的妹妹雷妮幾乎每天都出去尋找，她不願意坐在家裡等電話，因為等待只會讓人越來越絕望。某一天，她突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直覺，覺得自己必須去羅斯家附近看看。And I told her, we're going to find you. We're going to find you. And then one day, I had a premonition. In a vision, I saw the bay door come up, and I saw 2 sets of legs.
And I knew right then that it was two guys that worked for EC. I felt it. I felt strong that I needed to go to Ross's house and look. 罗斯的住所位于格雷厄姆郊外，地方偏僻，周围有大片土地和树林。雷尼和朋友来到那里后，发现现场有些異常，房子裡有塑料布和垃圾袋，地上似乎也經過處理。他們繼續往外走，很快看到了一個堆滿垃圾的地方，那裡有一輛牲畜拖車，旁邊堆着雜物，地面看起來像是被挖過，又被草覆蓋。更詭異的是，樹上還停着一隻禿鷲。雷尼看到這一幕，心裡幾乎立刻有了答案。他們沒有繼續動手，而是馬上報警。2015年8月5日，莉亞失蹤已經超過2個月。根據家屬提供的線索，警方申請搜查令，正式進入羅斯的土地進行挖掘。剛開始，現場只是散發出普通垃圾的味道，但隨着拖車被挪開，挖掘機一點點鏟開泥土，一股明顯的腐敗氣味開始從地下冒出來。辦案人員很快意識到，他們找對地方了。急鏟下去後，泥土中露出了一截穿着牛仔褲的腿。繼續清理後，警方確認地下埋着一具女性遺體，遺體已經高度腐敗，其中一隻腳缺失，頭部套着塑料袋，身體被毯子包裹，部分位置還纏着膠帶。警方在清理時還發現遺體周圍有混凝土，顯然有人試圖用水泥和垃圾掩蓋氣味，阻止屍體被發現。更殘忍的是，遺體口中還被塞入了一塊石頭。調查人員推測，這可能是為了防止受害者在窒息過程中咬破套在頭上的塑料袋。雖然遺體已經無法通過外觀辨認，但衣物與莉亞失蹤當天所穿的衣服相符。1週後 ，DNA 檢測確認，死者正是22歲的莉亞·馬丁。屍檢結果顯示，莉亞遭受過嚴重頭部創傷，死亡方式被認定為他殺。遺體上的塑料袋、膠帶和口中石塊也讓調查人員認為，窒息很可能是他遇害過程中的重要因素。對家人來說，找到他並不意味着痛苦結束，相反，這只是另一種痛苦的開始。之前，他們至少還可以抱着一絲微弱希望，想象他也許還活在某個地方。可現在，所有幻想都被地下那具遺體徹底擊碎。但是從法律層面來說，找到屍體仍然不足以讓所有嫌疑人被定罪。警方雖然知道莉亞被埋在羅斯的土地上，也知道羅斯和比利明克利有重大嫌疑，但他們還需要有人說出案發經過，或者找到能串聯起所有環節的證據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調查出現了新的突破。羅斯曾試圖把一支槍丟進垃圾箱，而他本身是重罪犯，法律禁止他持有槍支，於是警方先以非法持槍等罪名將羅斯和比利明克利拘捕。這樣一來，至少可以暫時控制兩人，並爭取進一步審訊的機會。在審訊中，羅斯願意開口，但他的話真假難辨，時而承認一些細節，時而又改變說法。檢方認為他的證詞非常不穩定，很難在審判中作為可靠證人，而比利明克利則承認了一個重要事實。他承認，在莉亞失蹤後的第二天，自己曾租用過一台挖掘機，這正好對應了羅斯家土地上出現的挖掘痕跡。然而，比利明克利說到這裡又停止了配合。案件似乎再次卡住，直到2015年9月8日，警方接到來自沃斯堡警局的電話，對方告訴他們，比利明克利其實還涉嫌另一起極其嚴重的案件。那是發生在1年多前的一起3人兇殺案，案件長期未破，而比利明克利現在是重要嫌疑人。這起3人兇殺案讓比利明克利面臨極重的刑事後果，甚至可能被判死刑。在巨大的壓力下，比利明克利最終開始和警方合作。他先供認了沃斯堡的3人兇殺案，隨後又同意交代莉亞·馬丁遇害案的經過，以爭取檢方不對他尋求死刑。正是這份供述，讓莉亞案第一次出現了完整版本。根據比利明克利的說法，整件事的源頭仍然指向汽修店老闆 E.C. 布萊爾。比利明克利告訴警方 ，E.C. 當時已經因為和莉亞的關係陷入麻煩，婚外情被妻子發現，家庭搖搖欲墜，離婚可能讓他失去孩子、財產和事業。於是 E.C. 希望有人幫他處理莉亞。按照比利明克利的供述，案發當晚 E.C. 先通過電話或短信把莉亞引到汽修店，莉亞並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麼，他只是以為自己去店裡拿一雙鞋，隨後就能回家。當莉亞進入汽修店後，他來到辦公室，坐在沙發上看手機。沒過多久，比利明克利走了進去，他手裡拿着一根撬棍，隨後從後方猛擊莉亞頭部，這一擊非常用力。比利明克利後來形容，撬棍甚至砸壞了牆上的石膏板。
利亞遭到重創後，羅斯和比利明克利利用塑料袋套住他的頭，又用毯子和膠帶包裹身體，防止血液滴得到處都是。隨後，他們把他抬上羅斯的 SUV， 開往羅斯位於郊外的住所。根據比利明克利的說法，當晚他們並沒有立刻掩埋利亞，而是將他帶到羅斯的土地上，暫時靠在一棵樹旁。第二天，比利明克利租來挖掘機，在羅斯家後方挖了一個坑。他還提到 EC 要求他們往坑裡倒入混凝土，這樣可以掩蓋氣味，避免屍體太快暴露。在明克利的供述基礎上，警方終於將案發當晚的碎片串聯起來。監控中的 SUV 對應羅斯的汽車，店門被提前打開，對應擁有鑰匙的內部人員。利亞車輛沒有離開，對應他在店內遭遇襲擊。羅斯家後院的挖掘痕跡對應明克利租用挖掘機。利亞遺體上的塑料袋、膠帶、毯子和水泥也與明克利的描述基本吻合。於是，羅斯赫拉姆斯和比利明克利被正式指控謀殺以及篡改、隱藏屍體等罪名。最終，比利明克利承認謀殺，被判處終身监禁。羅斯赫拉姆斯也承認謀殺，並承認屍體被埋在他的土地上，被判處20年監禁，另因處理屍體再判20年。到這裡，利亞案似乎已經有了結果，但對於利亞的家人和檢方來說，這還不夠，因為在他們看來，羅斯和明克利只是動手的人，真正推動這一切的人是 EC 布萊爾。檢方的理論非常明確。他們認為 EC 有最強動機，他和利亞有婚外情，被妻子發現後面臨離婚和財產損失。利亞失蹤當晚，他一直和 EC 保持電話和短信聯繫。他之所以改變畢業典禮後的計劃，前往汽修店，很可能正是因為 EC 的引誘。所以在檢方看來，這不是一場偶然衝突，而是一場由 EC 發起、由羅斯和比利明克利執行的謀殺。隨後，大陪審團決定以加重謀殺罪起訴 EC 布萊爾。警方也對他實施了逮捕。庭審中，檢方將 EC 描述成一個操控者，他利用身邊的人，利用員工，利用自己在小鎮上的身份和資源，試圖讓利亞從自己的生活中消失。而辯方則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版本。辯方認為 EC 的確可能和利亞有不正當關係，但這不等於他參與謀殺。真正殺害利亞的是羅斯和明克利，至於動機，可能是利亞在汽修店撞見了兩人進行某種違法活動，比如毒品交易或其他犯罪行為，為了滅口，他們才殺害了他。辯方的策略很清楚，他們不需要替 EC 樹立道德高尚的清白人設，只需要讓陪審團相信，關於 EC 指使謀殺這件事仍然存在合理懷疑，而這恰恰是檢方面臨的最大問題。比利明克利雖然供述了 EC 的參與，但他本人是殺人犯，還涉及另一宗3人兇殺案。為了避免死刑，他有動機配合警方，也有動機把責任往 EC 身上推。換句話說，他的證詞雖然重要，但並不天然可靠。除此之外，警方還缺少能直接證明 EC 下達殺人指令的物證，沒有錄音，沒有明確文字指令，也沒有能把 EC 放到案發現場的決定性畫面。店內監控剛好失靈，外部監控又沒有拍清駕駛者身份，所以儘管在家屬和檢方看來，整個案件都強烈指向 EC， 但在法律上，檢方仍然必須跨過排除合理懷疑這道門檻。最終，陪審團經過數小時討論，宣布 EC 布萊爾無罪。這個結果讓利亞的家人無法接受，他們認為羅斯和比利明克利受到懲罰當然重要，但如果背後真正的策劃者沒有被定罪，那麼這個案件就永遠不算完整。可是，法律的結論和人的感受並不總是一致。從司法角度看，陪審團不是在判斷 EC 道德上是否可疑，也不是在判斷他是否造成了家庭悲劇，他們只判斷一件事：檢方是否拿出了足夠證據，證明他參與了謀殺。而在這場審判中，他們的答案是否定的。利亞案最讓人壓抑的地方也正在這裡，它不是一個完全沒有答案的懸案。我們知道利亞最後去了哪裡，知道他的遺體在哪裡被發現，也知道羅斯和比利明克利參與了殺害和掩埋。我們甚至通過供述聽到了一個看似完整的犯罪經過，但真正的問題是，這個經過裡最核心的那個人是否真的能夠被法律確認有罪？答案卻停在了模糊地帶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這裡也就結束了，感謝大家的收聽和收看，我是大雄的朋友，我們下期見。